愛的語言不同，不是不愛。他坐在廚房裡，打開冰箱，看見裡面整整齊齊地擺着10顆他最愛的橘子，但他一點也不開心，反而眼淚滑了下來。那不是開心的淚，而是一種說不出口的失望。因為就在10分鐘前，她鼓起勇氣跟老公說：“我真的覺得我們好像越來越疏遠了。”而他的反應只有一句話：“你在說什麼？我昨天不是才去買你最愛吃的橘子？”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，不是他不愛他，而是他根本不懂他要的是什麼。愛有時候就像2個人站在2座山頭上，用不同的語言大聲呼喊彼此，你喊破喉嚨，他卻聽不懂，他走得氣喘吁吁，你卻沒看見。當愛的語言不同，就算彼此用盡全力，仍然感覺不到被愛。為什麼我覺得你不愛我？有一位丈夫在諮詢室裡幾乎要爆炸。我已經這麼努力了，他為什麼還一直說我不在乎他？他的太太則坐在旁邊默默地說：我從來沒有收到一句貼心的話，一個主動的擁抱，甚至一個早安晚安都沒有。這對夫妻的爭執並不是誰做得多誰做得少，而是彼此愛的語言完全不同。他用行動愛他，幫他修水龍頭，買他愛吃的東西，準時接送他下班，他卻用言語愛他。他在意的是每天說早安，記得他的情緒，在他難過時說我懂你。所以他覺得自己做牛做馬很委屈，他卻覺得他從來沒真的關心過他的感覺。這不是誰錯了，而是他們翻譯錯了對方的愛。就像你用中文說我愛你，對方卻只能聽懂法文，他當然聽不見。5種愛的語言，你是哪一種？美國婚姻專家蓋瑞·巧門提出5種愛的語言理論，幫助無數夫妻找到重新理解彼此的鑰匙。這5種愛的語言分別是：1. 肯定的言語，你需要對方說出我愛你，你很棒，我以你為榮等話語才感覺被愛。2. 精心的時刻，你渴望的是2人專注的在一起，比如約會、散步、聊天，不被手機打擾。3. 接受禮物，你在乎的是對方為你挑的禮物，寫的小卡片，帶回來的一杯你愛的咖啡。4. 服務的行動，你認為真正的愛是願意為你做事，洗碗、煮飯、修車、搬東西。5. 身體的接觸，你最需要的是擁抱、牽手、親吻，這些讓你感覺被在乎、被安慰。每個人天生都有1-2種主要的愛的語言，但問題來了，你最需要的那種愛，不一定是你另一半最自然會表達的方式。你說我愛你，他卻說我煮飯了。你送他禮物，他卻說你陪我聊天好嗎？愛不是不存在，而是彼此沒有對上頻道。不是你不努力，是你用錯了語言。一對夫妻在婚姻輔導中有這樣的對話，妻子說，他每天幫我做這做那，但我就是感覺不到他在乎我。我常常說我壓力大，他卻只會問我吃不吃粥，完全不理我情緒。丈夫反擊說，那是我愛你的方式啊，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人，我怕講錯話才沉默，但我可以煮東西給你吃啊。你看見了嗎？這2人都在努力，但就是雞同鴨講。他想要的是我懂你辛苦，我陪你走過，這種語言連結，而他表達愛的方式是我幫你煮粥，我接你下班，這類具體的行動。他用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愛他，他卻感覺不到，他等待的愛卻不是他習慣表達的方式。就像一個人用 WiFi 發送訊號，
另一個人卻只開着藍牙，彼此連不上。這不是誰比較冷淡，而是誰也沒學會用對方聽得懂的方式去愛。當愛的表達出現錯誤翻譯時，有一個妻子說，每次吵架後他都會買蛋糕給我，我都想說這是什麼意思？你覺得吃個蛋糕我就會不傷心了？其實她的老公根本不是敷衍，而是我真的不會說什麼安慰的話，但我知道你愛吃甜點，我就去買你最喜歡的那家。很多婚姻裡的誤解不是因為愛消失了，而是愛變成了彼此無法理解的訊號。有些人擅長說，有些人擅長做，有些人需要在一起，有些人需要觸碰，但我們往往會錯把方式不同當成你不愛我了，這才是真正讓婚姻受傷的地方。真正的信任是我相信你在學着更懂我。很多婚姻會說，我就是這樣的人啊，你為什麼不能接受？但真正能讓婚姻重新連結的，不是你堅持我是這樣，而是你願意說，我想更懂你怎麼感受到被愛。信任的重建不是靠一個擁抱，一句對不起就可以，而是靠一次次你願意學會另一種語言的選擇。像一位先生分享，我以前覺得講那些肉麻的話好像很尷尬，但後來我發現我老婆真的需要我說。現在我學會在她下班時說一句，你辛苦了，我很想你，她就會笑一整晚。還有一位太太說，我本來一直抱怨她不陪我，後來我才發現她其實很努力幫我分擔家務，那是她愛我的方式。現在我也學會每週一次陪她看球賽，雖然我沒興趣，但我知道那是她的愛的語言。當彼此都開始學習翻譯對方的愛，婚姻就會從你根本不懂我轉變為謝謝你願意為我學習。結語，愛不是不見了，只是說錯了語言。很多破裂的婚姻不是因為愛淡了，而是愛的表達走錯了頻道。他送花，你想要的是一句溫柔的話；你煮飯，他卻覺得你從沒陪我好好說話。這不是彼此不在乎，而是還沒學會用對方聽得懂的方式說愛。所以當你開始覺得對方不愛你時，請先問問自己，他是不是用我不熟悉的語言在愛着我？我願不願意學習他的語言，讓他也感覺被理解？婚姻重建的第一步，不是回到過去，而是一起決定從今天開始學會說出對方聽得懂的我愛你。因為真正的連結從來不是靠強求來的，而是靠兩個人願意在不同中找回彼此的共鳴。記住，愛的語言不同，不是不愛，而是不懂，但可以學。